西游记7第11章大闹蟠桃会。却说那齐天大圣孙悟空被封为蟠桃园主管，欢欢喜喜前去赴任。悟空心想，听说蟠桃吃了能长生不老，这差事老孙喜欢。悟空来到蟠桃园，见那园中土地拦住，问道：大圣何往？土地公公连忙施礼，满脸笑容，参见大圣。那土地连忙施礼，几乎那一般除树力士、运水力士、修桃力士、打扫力士都来见大圣磕头，引他进去。众仙力齐声道：参见齐天大圣。悟空看完多时，问土地道：此树有多少株树？只见那园中桃树成林，仙桃累累，香气扑鼻，好一派仙境景象。土地道：有3600株，前面1200株，花微果小，3000年一熟，人吃了成仙了道，体健身轻。中间1200株，层花干实，6000年一熟，人吃了霞举飞升，长生不老。土地继续说道：后面1200株，子文相合，9000年一熟，人吃了与天地齐寿，日月同庚。悟空闻言，眼睛放光，心中暗喜，这下老孙可以长生不老了。悟空闻言，欢喜无任。自此后3、5日一次赏玩，也不郊游，也不他游，每日就在蟠桃园内逍遥自在，好不快活。一日见那老树枝头桃熟大半，他心里要吃个尝新，奈何本园土地力士并其天府仙力紧随不便。悟空挠挠头，心想：这么多人在，怎么偷吃啊？忽设一计道：汝等且出门外伺候，让我在这亭上少栖片时。那众仙果退。悟空心中暗笑，嘿嘿，这下老孙可以自在享用了。悟空脱了官服，爬上大树，捡那熟透的大桃，摘了许多，就在树枝上自在受用，一边吃一边赞叹：真甜，这可比花果山的桃子好吃多了。吃了一饱，却才跳下树来，簪关着符，唤众等仪从回府。悟空摸摸肚子，满意的说：这顿吃的爽。迟3、2日，又去设法偷桃，尽他享用。就这样，蟠桃园里的熟桃越来越少，悟空却吃得越来越胖，是越来越壮。已朝王母娘娘设宴，大开宝阁，瑶池中做蟠桃盛会，即住那红衣仙女、青衣仙女、素衣仙女、皂衣仙女、紫衣仙女、黄衣仙女、绿衣仙女，各顶花篮去蟠桃园摘桃见会。7位仙女个个美丽动人，身穿七彩衣裳，顶住花篮，翩翩起舞，前往蟠桃园摘桃。一路上仙气缭绕，美不胜收。7衣仙女直至园门首，只见蟠桃园土地力士同齐天府2司仙力都在那里把门。仙女近前道：我等奉王母懿旨，到此摘桃设宴。土地道：仙娥且住，今岁不比往年了，玉帝点差齐天大圣在此都里，须是报大圣得知，方敢开园。众仙力也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仙女道：大圣何在？土地道：大圣在园内因困倦，自家在亭子上睡哩。仙女道：既如此，寻他去来，不可迟误。土地即与同进，寻至花亭不见，只有衣冠在庭，不知何往。4下里都没寻处，众仙女面面相觑，大圣去哪儿了？原来大圣耍了一会儿，吃了几个桃子，变作2寸长的小人儿，在那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。悟空睡得正香，还打着小呼噜呢，呼呼。7衣仙女道：我等奉旨前来，寻不见大圣，怎敢空回？旁有仙力道：仙娥既奉旨来，不必迟疑，我大圣闲游惯了，想是出园会友去了。汝等且去摘桃，我们替你回话便是。那仙女一言，入树林之下摘桃，先在前树摘了2篮，又在中树摘了3篮，到后树上摘取。只见那树上花果稀疏，只有几个毛地青皮的。众仙女惊讶道：怎么熟桃都没了？原来熟的都被猴王吃了，这猴子真是能吃啊。7仙女张望东西，只见向南枝上只有一个半红半白的桃子。青衣女用手扯下枝来，红衣女摘了，
却将枝子往上一放，原来那大圣变化睡着了，被惊醒后现出本相，耳朵里撤出金箍棒，晃一晃，晚来粗细，多的一声道：“你是哪方怪物，敢大胆偷占我桃？”慌的那七仙女一齐跪下道：“大圣息怒，我等不是妖怪，乃王母娘娘差来的七一仙女，摘取仙桃，大开宝阁，做蟠桃盛会。事至此间，先见了本源土地等神，寻大圣不见，我等恐迟了王母懿旨，是以等不得大圣，故先在此摘桃，万望恕罪。”众仙女磕头如捣蒜。悟空闻言，回嗔作喜道：“仙娥请起，王母开阁设宴，请的是谁？”悟空心想，原来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，老孙倒是可以问问。仙女道：“上会自有旧规，请的是西天佛老、菩萨、圣僧、罗汉，南方南极观音，东方崇恩圣地，十洲三岛仙翁，北方北极玄岭，中央黄极黄角大仙，这个是五方五老，还有五斗星君，上八洞三清，四帝、太乙天仙等众，中八洞玉皇、九磊、海月神仙，下八洞幽冥教主、注释地仙，各宫各殿大小尊神，聚一齐赴蟠桃佳会。”大圣笑道：“可请我吗？”仙女道：“不曾听得说。”大圣道：“我乃齐天大圣，就请我老孙做个席尊，有何不可？”仙女道：“此事上会旧规，今会不知如何。”大圣道：“此言也是，难怪汝等，你且立下，待老孙先去打听个消息，看可请老孙不请。”念声咒语，对众仙女道：“住！这原来是个定身法，把那七一仙女一个个愣愣怔怔，白着眼，都站在桃树之下，动弹不得。”悟空笑道：“嘿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扰老孙了。”说罢，纵躲祥云，跳出园内，径奔瑶池路上而去。正行时，撞见赤脚大仙。大圣低头定计，转哄真仙，他要暗去赴会，却问：“老道何往？”大仙道：“猛王母见招，去赴蟠桃佳会。”大圣道：“老道不知，玉帝引老孙筋斗云集，助老孙五路邀请列位，先至通明殿下眼里，后方去赴宴。”大仙是个光明正大之人，就以他的狂语作真，拨转祥云，竟往通明殿去了。悟空心中暗笑：“嘿嘿，对不住了老道，借你身份一用。”大圣驾着云，念声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就变作赤脚大仙模样，前奔瑶池。不多时，直至宝阁，按住云头，轻轻一步走入里面。只见那里琼香缭绕，瑞霭缤纷，瑶台铺彩洁，宝阁散氤氲，桌上珍馐百味般般美，一果佳肴色色新。悟空看得口水直流。大圣忽闻的一阵酒香扑鼻，转头见右边长廊之下有几个造酒的仙官，盘糟的力士，领几个运水的道人，烧火的童子，在那里洗缸刷瓮，已造成了玉液琼浆，香劳佳酿。大圣止不住口角流涎，就要去吃，奈何那些人都在那里。悟空挠挠头，心想：这可怎么办呢？他就弄个神通，把毫毛拔下几根，丢入口中嚼碎，喷浆出去，念声咒语，叫变，即便做几个瞌睡虫，奔在众人脸上。不一时，那伙人便手软头低，闭眉合眼，丢了执事，都去盹睡。悟空笑道：嘿嘿，这下没人打扰了。大圣却拿了些百味珍馐、佳肴一品，走入长廊里面，就着缸，挨着瓮，放开量，痛饮一番，吃够了多时，毛陶醉了，自揣自摸道：不好，不好，再过会，请的客来，却不怪我，一时拿住，怎生是好？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。大圣摇摇摆摆，仗着酒，任情乱撞，一会儿把路岔了，不是齐天府，却是兜率天宫。一见了，顿然醒悟，兜率宫是33天之上，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，如何错到此间？也罢，也罢，一向要来望此老，不曾得来，今趁此残步，就望他一望也好。正一撞进去，那里不见老君，似无人迹。原来那老君与燃灯古佛在3层高阁朱灵丹台上讲道，众仙童、仙将、仙官、仙吏都侍立左右听讲。大圣直至丹房里面，寻访不遇，但见丹灶之旁，炉中有火，炉左右安放着5个葫芦，葫芦里都是炼就的金丹。大圣喜道：此物乃仙家之至宝，
老孙自料道以来，识破了内外相通之理，也要炼些金丹济人，故其道家无暇。今日有缘，却又撞着此物，趁老子不在，等我吃他几万昌心。他就把那葫芦都清出来，就都吃了，如吃炒豆相似，一边吃一边赞叹：这豆子真香，比蟠桃还好吃。一时间丹满酒醒，又自己揣度道：不好，不好，这场祸比天还大，若惊动玉帝，性命难存。走，走，走，不如下界魏王去也。他就跑出兜率宫，步行就路，从西天门使各隐身法逃去。悟空边跑边想：这次麻烦大了，赶紧回花果山躲躲。回至花果山界，众猴见大王回来，都来参贺。大王回来了，悟空松了一口气，总算安全了。却不知这一闹惊动了天庭，引来了更大的风波。敬请期待下一章10万天兵讨妖猴。10万天兵即将讨伐花果山，二郎真君显神通，谁能降服这齐天大圣？